欢迎回来，我们的海岛树和城。开宗明义，树和城系列以都市天际线经营实况为主要内容，侧重于城市规划的合理性与实用性。每期视频涉及不同主题的规划与建造，力求为大家带来有思考且有价值的原创作品。好，那么订阅完本期建造所使用的模组与资产后呢，应当在内容管理中开启新订阅的模组，然后重新载入在D0期中已准备完毕的新存档。至此呢，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本期的建造工作啦。想要服务先修路，拿到一张新地图，首先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规划一个合理的开局路网。对此呢，树和天际的答案是道路分级。道路之于城市，恰如血管之于人体。常以高架桥与互通形式修建的快速路，便是人体的命脉主动脉。由快速路延伸与连接城市不同区域的主干路，便是由主动脉分支而成的动脉。承担主干路与各分区间的交通集散作用的次干路，便是调节微循环灌注量总开关的小动脉。连接次干路与街坊路的支路，便是分布于人体内各种组织与器官中连通成网的毛细血管。事实上，如上所述的1级快速路、2级主干路、3级次干路、4级支路，正是我国当前所推行的国家城市道路等级标准。那借助创意工坊上最为优秀的城市道路资产之一 UK Road 与网格拓展2模组，我完全可以在都市天际线这款游戏里以这样的方法去规划与建造开局路网的。我们以 UK 15米道路作为连接地图原生立交桥与城区的2级主干路，在 UK 11米双向道路为3级次干路，为树和城规划首个城区的整体路网框架。最后以网格拓展2模组新增的8米双向道路为4级支路，完成整个区域的路网建设。完成区域路网规划后呢，为城市通水通电，就可以开始根据需求表规划住宅用地、商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啦。事实上，游戏的运营机制呢，也是以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这样的方式展开的。下面我们就以游戏开局的发展过程，以说明如此规划的3点好处。第一，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本地图开局比较紧张的平原区域。树和城使用了真实人口模组，低密度住宅无论占地大小，默认都只能住1家人，因此使用窄路可以生成更多的格子，以容纳更多的住宅，在更短的时间内解锁第一个里程碑，从而加快城市发展速度。第二呢，将低密度住宅与商业建筑混合在一个区域内，不仅更真实，还可以减少额外的交通流量。在都市天际线的城市模拟机制里，居民区的市民要到商业区消费，工业区生产的货物要供给商业区售卖，商业区与工业区需要居民区的市民上班以维持正常运转。因此有3股车流是固定产生的，即从居民区到商业区、工业区，从工业区到商业区。当你将居民区、商业区、工业区完全分离之后，就形成了3股定向车流，而且其流量会伴随着你3个区域的扩大而增大。在路网承载力不变的情况下，久而久之就会在大量车流交汇处形成堵点，造成大规模的交通拥堵。想要解决由此产生的交通问题，大的思路有2种：一是减少居民区产生的车流量；2是改造路网乃至修建高速互通，以提高路网承载力。第一种思路，你可以利用游戏内市民从 A 到 B， 如果距离在150U（1200米）的距离内可以走过去，就绝不开车的机制。
在全市大修人行道，让市民们走断腿、磨破鞋，但就是不能开车。你也可以规划连接居民区、商业区、工业区之间的公共交通系统，这样也可以大幅减少居民区产生的车流量。那第二种思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就更常见啦，即哪条路堵车就拓宽哪条道。如果还堵车，那就修建更多的道路；还堵车，那么就修建更大规模的城市快速路与立交桥。这样做似乎更符合大众认知的常识。然而，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城市规划与建造者在200余年的历史过程中，早已发现，在一个区域内添加额外的通行道路或者拓宽原有的狭窄道路，并不能带来更顺畅的交通与路网承载力。这一现象呢，在1968年被德国数学家迪特里希·布雷斯总结为布雷斯悖论，即在一个交通网络上增加一段路，反而使网络上的旅行时间增加。这一附加路段不但没有减少交通延迟，反而降低了整个交通网络的服务水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修筑城市快速路与立交桥是可以显著提高网络的流量承载力的。但是立交桥的修建涉及到了市政规划、建设、环保政策等方方面面。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座大型立交桥都不是游戏里动动鼠标就能修建完毕那么简单的哦。那树和天气认为呢，第一种思路的人行道大法已被充分证明是可行而高效的，但这种方法并不符合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常理。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亦需要解锁到之后的里程碑才可以大规模使用。第二种思路在城市刚开局时亦不可取。抛开布雷斯悖论不谈，使用立交桥来增加承载力固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在游戏初期有限的7万预算内，在解锁第2个里程碑后，城市很快会产生垃圾处理的需求、警察服务的需求以及消防灭火的需求，还有持续不断增加的电力使用等资金支出，处处都要用钱，却花费如此高昂的成本来解决交通问题，未免有一些本末倒置。因此呢，树和城采用一种折中融合的规划与处理方式，即利用游戏内低密度住宅可以忍受低密度商业建筑产生的噪音这一特点，在游戏开局发展的低密度区域实行住宅区与商业区混合规划在同一区域的办法。在这样的规划与设计下呢，市民们可以通过路边的人行道与路口的人行横道直接走入到2级主干道的沿海商业街，与自己所在街区路口的小商店逛街购物，因此根本不需要额外去修建人行道，也可以很好的利用游戏150周内市民不开车的机制，减少居民区产生的车流。而工业区送货的车流主要是前往主干道给沿海商业街送货，或通过这一区域内的次干道给各个街道路口的小商店送货。因此这一区域的路网是完全可以承载这一区域内修建完毕后所产生的车流量的。当然了，在这样的规划下，作为连接目前城市工业区与居民区的环岛也的确需要更大的交通承载力。因此呢，我们可以将其升级为环岛单向双车道，再使用 TMPE 模组在4个路口处手动连线，避免车流在路口交汇，最大限度提高这一环岛的通行率。做完了这一切后呢，我们已经达到了第3个里程碑，城市人口也已经突破850人啦。我们可以在游戏内的提示看到，第3个里程碑之后，我们已经解锁了大部分的城市设施与服务，步入了城市发展的快车道。那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我们现在攒了快有10万块钱了，也解锁了工业区 DLC 的市营工业内容，现在可以开始在这一区域山下的沃土区修建树和城里的第1个对环境无污染的农业特区了。
当然，既然讲究环保，那现在就彻底删除之前的普通工业区，再将之前的普通排污口换成环保排污口，等待所有污染都慢慢退散，还束河城一个青山绿水吧。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普通的自转工业区与工业 DLC 的工业区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如果你购买了工业区 DLC， 那么在解锁相关内容后，强烈建议使用工业区 DLC 里的4大手动摆放的工业区，因为它们更可靠、更可控、更赚钱，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更合理和真实哦。好的，本期所规划区域内基本上所有的格子呢都修建完成了建筑，人口也已经突破1000人了。我们最后再使用之前在创意工坊上订阅的一些花草树木，来对城市进行一些简单的美化工作。此时也正好可以说明这样规划的第3个好处了。城市道路分级的做法，既可以适应日后城市道路改造与升级的需求，同时还可以避免单一级道路规划带来的市民 AI 堵在一条路上走近道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主干道是15米双向加自行车道，那么在日后就可以根据城市的发展直接升级为宽度几乎一样的窄线双向4车道，或者是环城电车道，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一部分，从而避免了直接拆除重新修建带来的资金浪费。众所周知，天际线原生车辆寻路 AI 是出了名的爱走一条道，检视起来呢也非常简单。他们奉行的逻辑是走哪条路线的时间最短就选哪条路，就是距离除以平均速度。没错，你没有听错，车辆寻路 AI 并不能分辨一个地方堵车不堵车。在天际线游戏寻路机制的计算公式里，交通拥堵根本算不上一个变量。使用这样的规则无需额外设置，车辆寻路 AI 是一定先走快速路，然后主干道，再走次干道，最后再走支路的。因为这些道路内建的限速本身就决定了车辆通过时间的长短，如此这般既符合现实城市里的路网规划原则，又符合游戏的城市运营机制，亦能最大限度减少只走一条车道的尴尬堵车情况啦。从高空俯视本区域的路网规划，不难发现其整体形态与其附近的原生地图的立交桥呢是非常协调的，几乎将立交桥安全距离内的平整土地都全部利用了，可以说是又好看又好用，达到了合理性、实用性与美观性3者的和谐统一。本期束河城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啦，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本期视频点赞投币过300，加快更新第2期哦。